美国两院高票通过法案，赤裸裸地干涉台海事务，满满的都是套路。而我们的应对之策是加大武器装备的发展力度和训练强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美国参众两院高票通过了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最值得中国人关注的是其中涉及台湾的条款。该法案包括3个关键要素：第一，加强台湾对抗中国大陆攻击的能力；第二，提高美国军队在台海发生冲突时迅速增援台湾的能力；第三，推动建立美国与台湾地区当局的联合军演规划。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又是美国人如何引诱台湾地区当局加强备战，进而增加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成本。但是其套路也在这里。该法案计划向台湾地区当局提供每年20亿美元，总计100亿美元的贷款。要注意，这不是免费的援助，而是贷款。其前提条件是台湾地区当局的军费开支必须连续增加。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这项所谓的奖励措施，让台军的军费增加到 GDP 的 2.3% 左右，而台湾地区当局增加的防务预算，最终有 85% 又要回流到美国，以便给美国的军火工业输血。该法案涉及的第二点是军售的推进，主要是现在美国军火商生产的武器都优先给了乌克兰。美国计划向台湾地区提供的武器积压了将近190亿美元，比如原计划提供给台军的鱼叉式岸对舰导弹，其交付日期将推迟到2029年，而2015年达成的采购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的合同要推迟到2028年左右才能交付。第三点是美军要帮助台军建立弹药储备库，该法案要求每年最多增加3亿美元，在为期3年的时间内建立起应急弹药保障能力。第四点是将台湾列为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计划的参与者，将允许美国军队在危机中使用美国的库存，以便用更快的速度武装台军。该法案的保密协议部分还为美国国防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以便规划和执行与台军进行联合演习，强化台军的战备状态，并增强台军与美军的互操作性。在五角大楼看来，通过对台军事交流和演习是帮助台军提升战斗力最具成本效益的部分。美军承认，就算以上计划都完成了，也只能为其干涉台海事务提供有限的军事准备时间。对抗解放军完成统一的努力，主要还得依赖美军的部署。美军针对自身能力建设的措施包括采购 F-35战斗机、新型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以及驱逐舰、攻击型核潜艇等武器装备。在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军计划将远程反舰导弹的库存增加到1200枚，而现在每年的产能只有88枚。总体而言，美军新的国防授权法案涉及台湾的部分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核心目标就是让台军强化以武拒统的能力，并不存在美军直接援助台湾的事儿，而是通过贷款来引诱台湾地区当局增加军费，最终赚取台湾地区冤大头的钱，并增加中国大陆武统的成本。美国还计划进一步加强与台军的联合演训活动，而且将会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此外，就是加大对台武器装备的交付速度。但是受制于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美国的军火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加快交付武器仍是未知数。美国将允许在危机中使用美国的库存来武装台军，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美军直接下场干涉台海事务的可能性正在降低。美军在预算法案中重建美军弹药库的努力才刚刚开始，而且困难重重，几年内根本就没有能力与中国打一场大国战争，因为美军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库存了。我们关注美军2023财年国防预算法案的时候，仍然要紧盯美军的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我们的军事训练水平，增强军事科技竞争力，让美军认清差距，使其失去自信心才是关键。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